接下来往哪边走？啊，一管子这边走，去。什么声音？这边通往哪儿啊？哦，一个村子。咱赶紧走吧，听着瘆得慌。这村子离得远吗？不远。这远不远的跟我们没关系呀。走，走，看一眼。为什么呀？没意义呀。长院教过，世间万物或许皆有关联，不可忽视。什么呀？哎呦！这路看上去很久没人修过了，想必是村里人太懒，咱们还是折回去吧。就在前面。就说吧，哭坟呢。哎，这祭品不摆出来的吗？我命好苦啊！怎么死了这么多人？哦，这村子年头久了，可能都葬在这儿。这些坟头看着挺新的。村子应该就在前面。走，去看看。啊？喂，好奇心害死人呐！快走，快走！往这边。有意思，看马蹄印，应该是往右边去的。这尉迟元也学聪明了，还会固步一阵了。他也不容易啊，身边全是我们的人。已经到京沪南路了，或许离元天关就不远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既然找到标记了，咱们就走吧。啊，先生，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你的鸡能不能别叫了？这样，你自己跟他说。其实不让他张嘴就行了。这规格，瞧着绝对不是野路，该是最高一级驿馆。我大宋制驿，如此规格驿馆必定建于官道，怎么会在山里？太安静了。
哎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村子以前人挺多的。哎，以前没有这个呀。哎，哎，这是刚才那人吗？坟前不祭，反而用在这儿。我明白了，这是龙神。这村子到底怎么了？搞不好是龙神显灵。射土龙？什么？射土龙，以土塑龙用来祭拜，一般是用来求雨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以前听过。射土龙这法子，汉唐时就有，已经流传很久了。只不过到了咱们大宋，这法子不多见，基本上都是用化龙祈雨之法。哎，化龙我听说过，土。景德3年旱灾，用的就是化龙祈雨的法子。之后土龙塑形就越发少了。或许在潭州这边用的还是老山场。不对，我2年前来过这儿，绝对没有这个。这村子也不这样。确实不太对。自古以来以土龙祭拜，可是没有见过哪一只把龙头斩去了。没人啊。没有人住很正常，但是连异族跟异力都没有，就很奇怪。这怎么都是书呢？惨了！怎么了？这屋子四面八方都刻我。我一看见书就头疼。袁仲兴他们应该往右边岔路去了。可为什么印记却都留在了左边啊？驿馆是终点，应该没错。他们却岔路，或许是临时出现什么状况。是敌人？应该不会，没有打斗痕迹，所以问题不是很大。这驿站看起来荒废了很久。这驿馆非同寻常，如此的规格看上去，像是楚人旧俗。有东西。看见什么了？
那里面好像有东西。龙头都被斩断了，是有多恨这条龙？反过来想，宿龙祈雨又斩头回眼，或许是想毁了这祭祀。这里边少了点东西，放祭品的吗？从样式上来看，感觉像是兽祭。和龙一起受祭，是不是东西很珍贵，被人抢走了？这个仪式要想和龙一块被祭祀，除非什么？除非里边放的是真龙。真龙？这么小的盒子能装得下龙？真有龙？有，远古有？不只是远古，先帝那会儿就有。让我想想，是大中祥符3年还是4年来着？先帝遣内侍去寻真龙，做了一场祈雨。如果猜的没错的话，盒子里装的应该就是那个。别聊了，别聊了，我理清楚了。什么你就清楚了？真相就在眼前，龙象受损，龙神震怒，天降灾祸，村子完球，通不通顺，合不合理？全明白了，快点走吧，这地方少待为妙。想要了解真相，问一下不就行了？问谁呀？刚才那老婆婆好像是往那个方向走。嘿，他胆子也是这么大吗？你不好奇吗？哎，神佛的事少打听，万一遇到诡异之处，不是我们凡人管得了的。就算是神佛害的，那也得管。你说啥？是老鼠，老鼠着衣冠，是给小孩子玩耍的。不是，这老鼠衣冠不是本朝装扮。那这穿的是？汉式衣冠。不是老鼠，是血翼。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补肾益肺，金水宝。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人找到了，就在村里。开口了？一开始不出声，留了些钱，也就说话了。家里人呢？几乎死绝。啊？活着的人也都逃走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我长话短说，这村子遭灾了。旱灾？不止，还有疫病。没那么可怕，疫病已经过去了。既是求雨，也是去灾。看样子没成功啊。旱灾横行，疫病爆发，大部分的人都逃走了，留下来的只有老人，几乎也都快饿死了。那还用粮食祭祀？说是有小人坏了这龙像，所以所有的灾祸都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。他们就想着虔诚祭祀，求龙神开恩。一个土龙有什么好拜的？哎，别胡说！呸！龙头谁斩的？岳庐书院的学子。岳庐书院，那不都是读书人吗？读书人为什么要毁龙像，给世间招惹灾祸呢？学子为什么要斩龙头呢？说不通啊。行李和衣服都在，人不能凭空消失啊！快啊！怎么了？干嘛呀？我要把它放出来。他是察觉到什么不对劲了吗？你疯了吗？鸡会察觉到什么不对劲儿？
那你突然放他出来干嘛？他要拉屎。啊？我这篓子有个窟窿，这2天屎都漏我身上。咱们要在这待一段时间了，放他出来活动活动。万一尉迟延看到呢？驿馆养鸡有问题吗？没有。衙内，那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有人在拜这个东西啊。世上有这么奇怪的锣吗？肯定没有啊。谁会拜锣啊？那它是什么？有不懂，问王宽。王宽也未必什么都知道。我知道这是什么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跟这个一样，也是血衣。这么看来，应该不止这2只，还有。还有。驿站没人，不过找到这2个东西，有人摆坛祭祀。果然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唉，我们这边也发现了。不对啊，应该还有1只才对。会在哪儿呢？你们也别多想了，村子离驿馆这么近，书院的人为什么要毁龙像？袁先生或许知道缘由。那不是鸡吗？驿馆养鸡养鸭常有的事儿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？我见识少。哎，那鸡嘴是绑着的吗？为什么要绑鸡嘴呢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明白了。啊，袁先生嫌它吵呗，所以就绑上了。啊，那还养它干嘛呀？养肥了吃啊，这还不简单？真聪明。甭管他了，袁先生，他不会碰上你爹吧？看给您带了什么惊喜？袁先生，先生，袁先生，人呢？不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啊！兄台，不用着急，咱们一起找。袁先生，先生，先生啊，先生。什么声音？有人吗？没人，啊？一个人都没有。啊！见了鬼了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哎，你们那边有发现吗？确实没人。莫非
这龙头断手，影响到这儿了？有可能啊，毕竟离得不远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岂不是也有危险了？太有可能了，龙头都断了，你还摸？这院子里人头也都没了。那请问，我们要如何做，才能消除危机呢？是啊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我知道了。哦，诚心祭拜，恳请龙神原谅。只要诚心献祭，或许就能化险为夷。还有这种好办法呢？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是啊，咱们还是比不上尉迟先生，智谋深远。哎，也不能这么说，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，我只是长于心智而已。那这就好办了，我们找人回去上炷香就好了。好啊，我去。好啊，那我们在这等你，快去快回啊。等等，你知道怎么烧香怎么祭拜吗？当然知道，不就是做一烧香吗？那怎么行？你若是心不诚，可能还会激怒龙神。哎，有道理。那咱们找一个心诚的，跟他一起去。那我去好了。你可算了吧，你就这么去？不然呢？我早上刚洗的脸，你都没洗漱，脏兮兮的，怎么敬神？脏就不能心诚吗？这是态度啊！哎，算了，你们这都不行。这么一看，还得我带他走一趟，舍我其谁呀？他说我脏，我们去洗漱吧。人走了，怎么让他走的？拜龙去了。拜龙？先说重点，尉迟元说元天关就在这驿馆之中。可这驿馆无人，有什么异象吗？有。这是什么？感觉有点眼熟啊。就4个吗？是不是少了一个？王宽也说还有一个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啊？当然了，老贼他们最信这些鬼神之说了，这个叫五行协议。难怪有点眼熟，书本里见过。天下之灾，五行为分，此为黄省，属土。汉末三国时，有魏人见过，口出人言，决断生死。这只是土属协议之一，还有无相无形的。据传汉昭烈帝伐吴时，与子规遇见地生黄气，绵延10余里，那也是黄省异象。之后便是夷陵大败。所以夷陵大败，是因为昭烈帝遇见协议啊？咦，不祥啊！牵强附会罢了。但凡大事，总要寻些所谓的天机，其实哪有要挟？天机皆为人定。然而有些人宁愿相信这些协议之说，也不愿相信事在人为。那其他的呢？此为龟镊，属木。哎，对，这个是在树洞里找到的。这不是螺吗？怎么叫龟镊啊？古时把螺归为龟类。据传晋臣魏冠见过此物，次年魏冠一家9口便被贾后遣人所害。所以这东西代表刀兵之灾。晦气啊！魏冠之死源于贾后擅权，与此无关。毛虫之念，属金。晋武帝时南阳出现，此后王室大乱，天下动荡。赤省，属火。公孙渊自称燕王时，襄平出现过，此后魏军攻陷襄平，辽东平定。五行之灾，金为变怪，木为妖降，土为灾凶，火为灾省。金木火土，还缺个水。水为灾厉。现在已经找到4个了，感觉第5个也快了。都找了2遍了。哎，
这个是在树洞里找到的。小景，你们那个呢？皇婶为土，是在石像里找到的。一个在灶旁祭祀，一个屋内有兵刃。火和金，那个水的，会不会在池塘里啊？有可能，得找找。这东西还要找齐啊！可是这些东西都是灾象，隶属邪意，谁会来祭拜呢？对呀，多晦气啊！不如小陆掌员说一句。毕竟这一路都是你带我们过来，想必小陆掌员比我们更有高见。办点事情拖拉推诿，耽误时间。先找池塘吧。哎，你带祭品了吗？你觉得呢？那不合适啊，不能空着手，我得去弄点什么。哎，刀不能当祭品，最好是肉。龙头没了。嗯。哎，谁在那儿？这村子如果有人留下来的话，一定特别虔诚，应该不敢动这个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什么东西来过？哎哎哎！这怎么了？可能是我看花眼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方才那后面有一条龙形闪过。龙形？嗯。哎呀，难不成是真龙显灵？一闪而过，没看清。您别误会，您头不是我们弄断的。啊，这下着了，这万一弄个迷惑心神，再弄个附体，可就糟了。哎，要不我们……谁下去？大侠自告奋勇。时辰已到，我得喂鸡去。早知道我也养个什么了。早在密阁前，你不是养过2只狗吗？什么狗啊？可爱吗？唉，五行灾异或许就与元天关行踪相连，只是这池塘确实脏了些。哎，要不你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干净的池塘吧？啊，有道理。要做大事儿，还怕脏？赵院啊，日久生念，情瞻前顾后。我又想了一下，其实最后一样灾异未必就在池塘里。不说最后一样属水吗？属水是没错，但是你看这池子四周没有祭台，其余4只灾异都被祭祀。那如果最后一只在这水里的话，怎么上香祭拜啊？啊，袁仲兴说的有道理啊！我就知道不可能在池塘里。会不会有别的地方没注意到？和水有关的话，水缸、茶壶。你们不早说！小陆掌员做事未免太心急了些。嗯。
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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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着急啊，掌柜，再到处找找，反正不可能在池塘里。掌柜，那掌柜小心。屋顶有鱼，你们要看一眼吗？屋顶有鱼，晒咸鱼吗？这下齐了。为什么在屋顶啊？屋顶又没水，是在等下雨吗？这是余孽，余生于渊而抗于乌，其为其阴父之阳，主邪疫灾祸。魏齐王时，便有此项现世。那一年就有了东关之败。行了，五行协议凑齐了，然后呢？不还是不知道袁天官在哪儿吗？至少我们知道他祭拜的是什么东西，而且也知道了他周围都是些什么人。鱼下边还有东西，那为什么不拿下来？不拿下来，说明没法拿。正确。西夏祭祀，守阳神。守阳神又是什么？是西夏人所信奉之神。袁天官背叛了，身边有个西夏人也算正常。西夏人多敬畏鬼神，连天象变幻也有敬畏，所以祭拜这个也不足为奇。这就说得通了。可是他不是来找北河星的下落吗？可是为什么不办正事儿，要让西夏人来办这些呢？换个思路想，这灾异既然不是西夏人所祭拜的，那西夏人为什么要用祭拜守阳神的方式来祭拜他呢？畏惧灾异，用西夏神灵来压制。畏惧、压制。袁天官和西夏人相处的并不融洽。你是说他们内讧了？他们离开驿馆，也是因此而起。尉迟元呢？出了点意外。什么意外？龙头没了。是那个断了的龙头。对，尉迟元发现点不对劲，追进了密林，我没追上，人不见了。这又是什么状况？会不会是袁天官？那得去查一查。可这边还没有搜索完。我去看看吧。多谢。不必言谢，我就是好奇而已。那也得谢。我说了不用谢。南下潭州，你我情谊已是两清。以后做什么与小路长院无关。
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怪死鬼大叔，毕竟近朱者赤，近泥者泥。小陆长员这一身确实让人不太好靠近。各位，小陆长员，别太往心里去了。袁仲兴这个人就是有点不着调。此处长员，还是换身衣服吧。此处定然还隐藏着其他线索，劳烦各位继续搜索，切勿浮躁。谨遵小陆长员教诲。尉迟元呢？打晕了，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。人藏哪儿了？驿馆边上的林子里，绑起来了。你看，中内学子的诗文，都是潭州自己印的书册。所以呢？逼开陆南山，把人叫齐。寨长已经去了。看什么呢？寨长，这院子里还有什么线索啊？陆南山让我们搜，我们就帮他找呗。我刚才看到有东西过去了。我好像也看见了。是吧？应该是石河里消失的真龙。什么真龙啊？村中龙像前有一个石河，里面的真龙跑了。你说真的？出现在这儿是对的。什么是对的？来看真龙。寨长，你骗我，这是蜥蜴，就叫小龙啊！真的假的？大中祥符年间，先帝遣内侍去茅山寻真龙，找的就是这个，找了2条，跑了1条，其余之后又给送回去了。跑那么远抓蜥蜴，这法子唐朝时候就有了，先帝就信了？那会儿是杨毅上的书，推荐的就是这蜥蜴求雨之法。杨文公，杨文公一生反对先帝信土木，求仙神。本来祁宇呢是想大兴土木的，结果他推荐了这法子，倒是省了不少钱，最后也就让人跑了一趟而已。你说连官家都信鬼神，更别说民间了。官家都信，会不会真的有用啊？真龙被鸡吃了，这就是他们信的神明。等等，这蜥蜴是被人从村里带回来的。龙象、五灾互有关联，袁天官的消失应该和这些密不可分。你们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？哦，你说刚刚那套推论啊？一套套很有道理啊。全是错的，说给陆南山听的。啊？还是我们衙内找线索认真啊？不是，你们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错的呀，我听着挺靠谱的呀。你是说西夏人因为灾异跟袁天官起内讧？啊，那些都是瞎扯的。袁天官投效西夏，属于降将。如果西夏人要是因为灾异而不满的话，直接动手就好了，何必去费力画什么首阳神像呢？啊？那可是我们都信了呀。其实我没信。为什么？刚才他们在说这些的时候，王大哥拉了我的衣袖，还摇了摇头，我就知道他们说的不能信。你拉他衣袖？都这么熟了，一听就知道在胡扯。
那你为什么不拉我一袖啊？不愿意。大家都是一个斋的，我和小景有什么区别啊？你真没义气。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。我就说说而已，又不打紧。那些协议，难道有另外一种解释啊？不光是解释，或许我们可以知道袁天官去了哪儿。不会吧？换个方向，想想袁天官来潭州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大人，会不会袁天官事先察觉不对，就这么逃了？此次南下之所以少有人知，就是怕泄密。他袁天官会未卜先知啊。潭州这边该有湘军驻守吧？何止湘军，潭州乃乡岭要郡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晋军麾下归远军大营便在潭州。大人既是密阁掌院，又是枢密院副承旨，不如借禁军来查此地。你又不是不知我朝之志，持兵者皆为文臣，想要大张旗鼓的借兵，不可能了。明明是在做事，怎会如此艰难？这也是为何我会让你们去联络韩断章。我与先父观念素来不合，但唯独此事我一直在背后支持，就是想借战事之机扭转文贵武间的局面。可惜功败垂成。辽夏大战之后两败俱伤，近年来想要再用兵，除非什么？袁仲勋说过，袁浩迟早会再起兵，你觉得呢？袁浩应该是这种人。劈斋杀袁浩，作为大宋暗探是理所当然。但只要袁浩不死，未来战事必起。武将想要博取功名，还是需要依靠战士。会死很多人啊！世人皆有一死，但若心志如铁，何惧血流成河？